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赶紧来关心以伊战争哦。我们看到伊朗的报复哦，现在不断的袭来。他说已经发射了法塔级音速飞弹哦。突破了以色列过去神话一般的防空系统。我们看到这是18号来自于伊朗革命卫队的宣布哦。透过画面，您也可以看到在暗空中，这所谓的法塔级音速飞弹穿透了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从社交媒体上面流传的影片来看，伊朗先进的飞弹的密集攻势已经突破了以色列3层飞弹的拦截系统。所以你看到，包括以色列的南部有楼房哦被炸裂，被炸毁的这个不是普通的楼房哦，它是南部最大的医院，叫做苏卢卡医院。前一天才刚刚接收了在加萨受伤的以国的士兵哦，所以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医院的内部，大家也是很惊慌，因为没有想到会遭到轰炸。那我们看到伊朗也公布了所谓的3D 动画图，说我攻击这个医院其实是有目的的，因为医院的下方有以色列的秘密军事基地，这是来自于以色列的说法。可是呢，我们再回头看以色列过去这1年多，超过1年了吧，他不断的在这个加萨投掷各种的飞弹，也攻击医院，也攻击难民营，说法也一样说这个难民营这个医院底下有这个所谓的哈马斯的基地，有秘密的军事基地，所以两边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况，可是必须讲这个两边现在打得不可开交。伊朗的革命卫队警告以色列你要立刻疏散迪莫纳核电厂地区，不然我就动手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2国的战争遭袭的伊朗国家电视台，因为伊朗国家电视台也被飞弹击中了嘛那他就说我要立刻来做你这个德黑兰将袭击以色列的电视台两边你打我的医院，我也打你的医院；你打我的电视台，我也打你的电视台，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我们看到伊朗那个时候是9名科学家在睡梦中被暗杀嘛就是这一场战争的起源跟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情形所以以色列报道这是一种特殊这些科学家都是被一种特殊武器暗杀的，可是这些武器的细节是什么？现在是被禁止公开。那以色列的总统纳坦雅胡，当然过去一段时间他被大家谈论非常多，包括对于加萨的这个攻击各种到美国去游说现在又针对这个伊朗那在战争的第7天，他发布一个新闻，他对全国讲话说以色列正在改变世界的面貌。他说以色列不仅在改变中东的局势，也正在改变世界的面貌。以色列已经成功摧毁了伊朗超过1半的飞弹发射器。而另外呢，很多当然你也可以看到以色列有很多地方已经被轰炸了甚至被炸烂了。所以当然以色列也有一些居民有抱怨，那纳坦雅胡有公开喊话，我们来听听看。יש אנשים שלצערנו גם נהרגו, משפחות ששכלו יקירים, אני מאוד מעריך את זה. כל אחד מאיתנו נושא מחיר אישי, זה לא פסח על המשפחה שלי. כן, פעם שנייה שבני אבנר, בגלל איום טילים וירי טילים, מבטל חתונה. זה בוודאי מחיר אישי יקר לו, וגם לארוסתו ולמשפחתנו. 好，纳坦雅胡的牺牲是他的2儿子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他的婚礼延后那当然也有一些以色列人说，你做的牺牲跟我们做的牺牲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讨论。而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特使那这位特使叫做魏科夫，跟伊朗的外长做一些意见的交流，试图缓解这个紧张的局势。可是伊朗的外长就讲了，他说伊朗不会回到谈判桌，除非以色列停止这个所谓的军事行动，才有可能。要不然没有办法我们还是会继续攻击，继续打这个导弹。那白宫发言人就说，总统将留出2周的时间进行外交磋商，然后再决定是否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昨天我们都看到了嘛，川普说已经决定要这个对伊朗做某种程度的这个攻击，可是最后的决定权要2个礼拜之后再决定
哦，所以我们看到会不会出兵这件事情都还在未定之天。而另外呢，纽时的评论是说，这是争取外交扩大军事筹码，所以有2天的时间哦，包括派出特使啦，哦，各种方方面面的一个斡旋呐。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哦，川普是不是考虑按下按钮呢？哦，他追问幕僚说，如果我发射这个所谓的大型的钻地弹，哦，大家看到这个钻地弹，是不是就可以摧毁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伊朗的核设施是在地底下的哦。那五角大厦的官员告诉他说，有信心会成功哦。可是现在川普还在举棋不定哦，不知道川普是否完全相信。那伊朗的回应是什么呢？哦，伊朗公布了这个地图，中东的地图，上头每一个地方都是美军在中东的驻地哦，军事基地，它是回应这个美国要空袭的威胁，就是你如果来弄我，意思就是我也去弄你。所以在美国在这个中东的这些4万名军人，可能 maybe 他们的生命也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威胁。而另外，我们看到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他就讲他说如果你可以击败伊朗，就有利美国专注应对中国。所以有些人也是好战分子，也在鼓吹说打打打。可是现在川普还在举棋不定。来请教赖老师。先看一下这个以色列的防导能力它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弱点了第一个就是在前几波的攻击中，它消耗很大量。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伊朗拿出来的这个看家的武器是看起来速度越来越快，而且精准度越来越高。也就是目前来讲，这个法塔跟尼什一个是1300到1500左右，一个是2000公里的。法塔它的音速可以到13到15左右，所以又比这个反导系统的速度还要更快，也就是飞得更快，然后又可以到1400-1500公里，然后另外一个可以到2000公里左右。所以以色列的防导的能力开始呈现出它的漏洞了，它的破绽。那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本身的战损已经一直在扩大了，因为伊朗的这个导弹的攻击的精准点已经越来越明显。例如说前段时间打到以色列的中科院，然后到昨天就把他们的钻石中心打掉了。钻石中心在以色列来讲其实是蛮重要的。那也就是说，接着他已经说要打电视台，因为伊朗的电视台被打了 ，CNN 也派记者进入伊朗的电视台去看，那整个电视台都被毁掉。现在的情况就是以色列的电视台目前来讲有2个电视台伊朗已经说我就是要打你。那现在看以色列能不能防得下来。有关于医院被炸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指责哈马斯，就是说那个医院被炸是因为你的武器放在那里，你底下有那些军事设施。现在同样的，伊朗也是指责以色列说你的军事设施就是放在这个医院底下，还有就是你医院旁边也把重要的军事设施放在那边，把医院作为人质一样来去保护。那你既然可以攻打这个加沙地区的哈马斯的就是这些医院，那我当然也可以攻打你那你会发现，全世界的舆论里面就很难单独的去谴责伊朗，因为如果他要谴责伊朗的话，他就同样的会被检视出说，那你当初为什么没有谴责以色列？这个就构成西方舆论上的一个弱势了。过去西方的舆论通常喜欢用2个标准可是问题是在于，当以色列去打这个医院的时候，西方人没有谴责以色列。所以当伊朗去打以色列的医院的时候，你西方人因为之前没谴责，他现在很难谴责这个就是2个标准的后遗症。我觉得西方的媒体在这部分里面要检讨我觉得内塔尼亚胡讲到说他的儿子因为婚礼的推延而损失，这个对于很多以色列人来讲他是没办法接受的。第一个，他们的家人有人死了第二个，有成百的人是受伤受伤远比这个婚礼推迟还要严重吧。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有很多的人是已经被关了600多天了，你到现在还没有把他们救出来，你还在那边诉苦说你的2儿子的婚礼推迟。人家会问说，这个战争是你挑起来的，不是伊朗先挑起来。
所以我觉得内塔尼亚胡讲这个话没有同理心，也不会引起以色列人的一种共鸣。说，哎呦，我们应该要共体时艰，因为现在在以色列人里面有更多人认为说，事实上就是你挑起来的嘛。所以内塔尼亚胡他的国内并不是声音都是一致的，相反来说的话，伊朗内部的声音反而比较一致了。也就是说，伊朗内部里面过去有很多反对派，那反对派对于他们的生权政治是有意见的，所以不管是流亡在海外的反对派，或者是在国内的反对派，他们对于这个统治者他们有意见。可是当以色列去攻击他们的时候，你看他们的内部的杂音就变得很少了，声音就比较一致性了。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以色列人去攻击了伊朗，所以他们内部里面如果在批评自己的政府的话，这些人会被解读成为叛徒，那因此我们看到他们内部反而跟以色列的内部不一样。既然内部的声音不一样，团结的力量不一样，战争往下走下去对以色列不利哦。所以以色列如果没有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以色列的战争往下走对他绝对不好。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川普又在说谎话。他说：“哎呀，伊朗有找人来跟我说。”伊朗说没有哦。现在伊朗的态度就表得很明白了。以色列不停火，伊朗就不会停火；以色列不停火，那么谈判就不可能发生。那各位想想，这个是软弱态度还是强硬的态度？这态度还是很强硬嘛。来，请教院长。之前呢，川普很决绝的说，也就是无条件投降。可是现在说要2个礼拜以后他才决定是不是要对伊朗进行攻击。其实呢，这个就印证了，很快就会印证中国人古老的智慧：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而且你要隔2个礼拜，那就不知道这一些无论是当初跟着这个RC135或KC135跟 KC46这个加油机一起，现在已经到了约旦的这一些飞行官心里作何感想？也就是他在这一些异地他还要再待上至少2个礼拜。那这一些我们讲到说有关于前几天我们看到一张照片也就是有关于这个是伊朗国营电视台它所公布的一个画面那在这个画面里面有伊朗的国旗，还有那个草绿服。最重要的是这一颗弹头，其实这个就是核威慑，也就是伊朗开始进行核威慑。那可是呢，我们这样讲我们看过这个曾经，无论是伊拉克或者是利比亚，当你说你有那个大规模毁灭武器的时候，你最好一定要有。如果你没有的话当这一些强权准备要收拾你的时候，你还真的是无还手之力那这个我们倒回头来看也就是现在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个北韩的金正恩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大家确定他有核弹，因为他做过地下核试，而且还不止一次那我们刚刚讲到法塔赫飞弹法塔赫飞弹呢，其实它是所谓的高超音速飞弹。那这种高超音速飞弹呢，它所使用的弹道其实跟以前的弹道并不相同。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它的前面的这一个弹锥的这个结构以及它后面的这个翼翅，它就是非常清楚的叫做双锥体小控制翼。那个双锥体可控制翼的状况也就是它可以在空中直接改变它的一个攻击的轨迹。那如果这样改变攻击的轨迹的话，你之前你所测出来的弹道跟后面它所攻击的目标不完全相同。那这种飞弹并不是完全没有解决的方法，它解决的方法也就是高温，也就是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很快那我们可以透过它跟这个空气摩擦的速度了解它现在的位置。这个也就是现在为什么川普不断的推那个金琼，他其实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来，董哥。今天看到最好笑的新闻就是我们可以看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色列在加沙走廊大肆屠杀，
炸了多少医院，还炸了多少的那个难民营，死了都是妇女跟小孩。目前总计数了大概5万多人，有一大半以上都是妇女跟小孩啊。那他们昨天医院被炸了，他的国防部长卡兹就出来讲骂伊朗最高领导人哈米尼所死的，他是现在希特勒。全球没有人讲话。如果是朱立伦讲，全球都出来讲话了。怎么可以骂人家希特勒？现在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讲，请问德国驻台代表处在哪里啊？法国代表处在哪里啊？荷兰代表处在哪里？朱立伦讲，你们都扑上来了。各位可以看到，这些人让人家瞧不起、鄙视啊，对不对？希特勒原来是德国的国宝啊！你知道德国的总理出来讲他称赞以色列偷偷称赞了。他说以色列正在替我们大家做个脏活。什么叫脏活呢？这种肮脏的事情我们不会做，有个人偷偷给我们做，我们每个人都好高兴这是德国总理讲。德国是一个民主先进的国家嘛，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龌龊跟下流。我讲真的就是这样。你今天看到你的不公平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讲这个有时候觉得很痛心，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很喜欢、很崇拜的国家。现在全世界面目改变了。那这一次看到了以色列他做的事情，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加沙走廊现在已经再打下去，好像全球大家也看不下去了，你也没有什么更深的进展了。纳坦雅胡在国内其实如果要选举，他是选不上的。可是他靠一场战争来维护自己的权位。那战争打了以后，那他就继续当总理了。那现在他就挑更大的，他更大的用意当然要拖美国下水嘛。那美国现在川普就在考虑我要不要下水。川普本来想说我不要下水，可是我先打了。那这个打了当然很莫名其妙。为什么？因为6月15号美国要跟伊朗谈第6度的核子协议，结果你13号就打了，那让伊朗错觉嘛，认为说至少在谈判还没有破裂之前，我不会被打嘛，你就这样偷袭。当然美国也是开始很不爽，可是看说好像打得不错那我们是不是趁机？那我趁机下去帮以色列，到时候我就宣扬，你看我把伊朗给打败了。可是大家想想看，美国国内不一定这样想只有16%的人赞同打伊朗，60%的人不赞同啊。所以你如果看这个，这就是现在川普现在想打又龟缩不前的因为下来有期中选举嘛。那我们今天看到，其实这种国际社会让人家看不起，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挑是不是有机会打他？但是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国际原子能总署是每天派人去看伊朗的这些核设施，他们派调查员每天在，而且每天都看好几次，他们没有看到伊朗要做他们有浓缩铀没有错甚至浓缩铀可能超过其他国家的标准，可是他今天公开出来讲，我们没有看到他做但是要打他的人打了以后，然后全世界的媒体说以色列先发制人。先发制人就是我打了你再说啦，然后我都在讲说，因为你等一下会打我。各位，这就是强权的社会，你知道吗？看了这些人的真面目都看得很清楚。是强权的社会就是这么的现实。不过我们来看看以伊战争里头，强权到底都站对哪一边？美国不用讲，就是站对以色列。那中国跟俄罗斯呢？我们来看看习近平跟普京通话了中俄一致谴责以色列袭击伊朗你可以看到呢，包括2个人也同意现在的局势需要降温所以站队也蛮明显的。另外呢，普京说俄中今年将会举行联合军演，要加强军事技术的合作那这个双方已经规划总额高达2000亿美元，大概是6.5兆台币的投资项目，并且呢，俄中定期举行这个所谓的联合军演，在今年也会即将会进行。那2个大国联手的项目，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月球的核电站，说是要新建这个核电站来挑战美国的阿提米斯。那另外呢，我们也来看看呢 SpaceX 这个是 Elon Musk 的，结果又出现了坏消息。19号，他在墨西哥湾沿岸的制造与测试这个设施中发生爆炸。
它原定呢是第10次飞行测试，结果呢在进行地面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突然起火，你看到一团火球，这个导播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场的画面哦，引发巨大的爆炸，并且摧毁整具火箭。这个马斯克看的应该很心痛啦，这个都是几亿这样子的烧哈。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内乱，现在也还没有停止，包括你看到不断的驱逐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啊，这个脚步还在加快哈。白宫说要扩大驱逐这些非法移民，而且呢，这些庇护城市成为目标。什么是庇护城市？因为有一些州是民主党执政的，他不赞成川普的政策，像是洛杉矶啊、纽约啊这些城市所以庇护城市。也就是说，他们尽量不去做这样的逮捕的配合，像是纽约我刚刚讲还有芝加哥那川普说，现在这个海关以及移民总署未来会扩大驱逐。特别是你躲在庇护城市，我要把你搜出来啊！边境沙皇就说会持续的发动突击的行动，什么地方呢？农舍还有饭店，因为农舍有非常多的非法移民啊，工人啊在采收农作物，饭店也一样。很多移工在洗盘子、铺床这些要去突击。那另外呢，有一些人今天有一个消息出来说，在阿富汗美军不是撤退了吗？那有一些人是跟着美军来的，大部分的人还是留在阿富汗。可是像这一位仁兄，他说我是驻阿富汗的美军的翻译，后来撤到美国来他在圣地亚哥出席移民听证会的时候后来立刻被 ICE 的特工给逮捕，理由是什么我不知道。总之呢，他一直喊冤。他说我在阿富汗境内帮你美国人很多忙啊，做了很多事啊，你现在要逮捕我说我是非法移民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罪名？不知道总之呢，现在美国各地蛮混乱的，而另外呢，包括民主党的州长某种程度都被起诉他是肯塔基州的民主党籍的州长，叫安迪贝希尔，因为呢，他为非法移民提供州内的学费减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司法部说，你这样子是犯了我们的法，因为任何州都不能允许向非法移民提供经济利益，他把美国这样会让美国人变成2等公民他是合法美国人，你没有给我这个减半，你给非法的减半不行所以他被起诉了。而另外我们看到现在洛杉矶大家守望相助，因为太多 ICE 的这些人要去把非法移民给逮捕，所以呢看到富比士杂志报道，这是亚马逊旗下有一个叫 Ring 的门铃的 App。叫做 Neighbors 本来他们是做一个宠物遗失啊，寻找遗失包裹的一个 App， 就是大家可以互相帮助的邻居之间的。可是现在因为发生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之后，他们利用它分享 ICE 人员出没的照片譬如说我看到董哥家门口有一个 ICE 的干员我就赶快发布，然后大家就可以避开那个地方现在美国变成是这样真的有一点点令人觉得很不胜唏嘘啊！包括鬼城，怎么会有鬼城？原来有很多地方是移民社区，你知道吗？阿米狗啊，各种亚裔啊，各种人在这里移民社区，可是现在有被逮捕，有逃走了，所以你看到就变鬼城了所以这个扫荡行动真的是风声鹤唳这个让人家觉得不寒而栗。而另外我们看到纽森他就抨击川普。他这是恶意举动说他是一个真正精神失常的人不断的这个抨击这个川普的一些政策跟作为。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有钱人说是现在也在逛1元店了。大家知道有100元商店在日本，台湾也有就是很便宜的，可能39块啊、29块，你就可以买到一些小物、小东西。那因为在关税焦虑下，中产阶级的消费开始变保守或者是降级这是经济警讯有一些平常蛮有钱的人，现在也跑去这个叫做这个Dollar Tree 还有 Dollar General 这些东西就高收入，他们以前不会去因为那便宜的东西这个现在都吸引他们去消费了。而听说这个餐馆酒吧的消费因为很贵有一些人也没有钱去了，创下2年多最大的减幅。来，赖老师，大陆跟俄国他们的态度其实跟联合国的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态度都一样，就是反对拥有核武，反对制造核武也就是说，除了5大常任理事国，他们是在国际法的规范下，他们可以拥有核武以外，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核武，他们基本上都不会支持的。大陆是如此，俄罗斯也是如此，美国也是。
所以如果伊朗要发展核武，他们是不会支持。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国际原能委员会他认为伊朗没有要发展核武，只是说他有在提炼浓缩铀。那我们都知道，浓缩铀是一个核武的必要的材料，它的风度提高到95%的时候，那它马上就可以做出核武了。所以怎么样去处理它目前在提炼的这个浓缩铀，这是要经过外交的政治的手段来解决。过去美国就成功过嘛，奥巴马时代就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所以是反对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更何况以色列本身也发展核武，所以以色列也没有遵守联合国的一个决议，以色列也违反了这个核不扩散条约。可是问题就在于，在国际原能委员会的会议里面，竟然没有谴责以色列违反这个条约，而去谴责这个伊朗，然后要把伊朗的谴责案移送到联合国的安理会来处理，这个就处于国际之间的双重标准，不公平、不公义的一个情况，但它却发生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以色列即使是如此，也应该由联合国的安理会来处理。以色列没有权利去直接侵犯、直接片面的用武力来去攻打这个伊朗，说要摧毁掉你的核设施。那因此大陆在这部分的立场是很明确的。中国大陆跟以色列关系其实维持很好，也跟伊朗的关系也很好，也跟过去伊朗的死对头沙特关系都很好嘛。那也就是说，大陆目前来讲，它采用的还是军事不结盟、军事不介入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因为他觉得他目前的整个总体的国力还没有强大到他可以来去说我当全世界的这个公道主因为他不觉得他已经有这个军事的力量了，是因为你要发展到这个力量，你第一个你不能够有任何东西是会被别人卡住脖子的。现在你看美国的一个半导体就可以把中国卡得很痛苦。第二个呢，就是中产阶级数量还不够多。第三个就是你的军事武力必须要经过检证，很能打。那目前来讲，大陆的军事武力还没有真正经过检证所以要在周边的国家先试看看嘛例如说在菲律宾啦或者是跟美国啦，或是跟日本啦，或是跟印度啦，检证一下中国的解放军，如果能够击垮美国的话，那我相信中国大陆未来在所有的这个国际的争端中，他就很敢出手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的情形下，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种远距离的投资能力是大陆必须要具备有，所以它在海外的军事基地的支撑点必须要建立起来，这个还需要一段时间。我觉得在这个时机还没到之前，你会发现大陆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你还是很清楚的看到，它都是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用外交手段解决，都反对用军事武力来解决。等到有一天大陆的军力可以投资在每个地方的时候，我想未来中国的声音应该会有点转变。好，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伊朗今天清晨攻击了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的一处科技园区。这个科技园区里头有 Intel 还有微软在内的多家知名高科技的企业，可以说是像是我们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那样子的一个概念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伊朗已经对这个科学园区进行了攻击，现在受损的状况我们还不清楚。来，请教这个董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一波中国大陆它里面扮演的角色，就它像跟普亭有一个通话叫做习近平。那其实美国的态度也非常特殊美国有很多人比较鹰派的主张要打，那有些媒体他们也希望，比如说《纽约时报》今天就有一篇很特殊他如果美国打的话，就可以让中国在中亚这边的影响力就变小就是鼓励打，大家很难想象《纽约时报》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里面真的是有两种意见因为我们过去很形塑，某些人是大坏蛋，伊朗当然是普丁当然是然后中国大陆当然是，还有北韩我们就很形塑，所以如果去打它，大家就好像觉得有很正当性就是高度去丑化某一些国家。但是我们因为
几年来大家所看到的这些战争的形态，让全世界很多事情就改观。比如说俄乌战争，让全世界的能源世界就改观。现在台电的理由说，因为有俄乌战争，我们能源涨价，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赚钱，一直赔钱，政府就要补贴。他不讲他的核能政策被他推翻，对不对？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就是这样，所以世界很多东西改观，那这改观以后，变成很多人的心态就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故作高雅、故作上流的人，现在就自欺下流到处是啊。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中国大陆这几年在做的，比如说最近的中亚会议，大家也可以看到习近平亲自出席啊。但是在中亚这几年，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伊朗跟他的死对头沙烏地阿拉伯签了和平协议，2023年。那时候大家就发现了，好像这个氛围跟态度是不一样。为什么？那时候俄乌战争已经在打了，那为什么他还能够促成有人在打仗，有人在促进和平？就会觉得是跟过去不一样。所以很多人觉得说，中国大陆好像要回来掌控中亚。那大家知道中亚这些沙漠国家很多是死对头啊，但是可以让他重就好。那过去掌控这边最主要是俄国或者美国，就各种势力嘛，美国跟俄国。那现在中国大陆手伸进来，一带一路各种专类，对不对？都往这里来了，哇，这个是不是真的打通整个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到各地呢？所以美国或者欧洲很多人会担心，他们就会开始认为说，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让美国去参战，直接把武力的影响力再来重塑整个中亚，它就变成这样啊。那我们今天看到，其实作为一个正常人，我们都不希望有战争，哪里都不需要有，因为战争会死人嘛。好，那伊朗现在你一直打他真的像你讲的那么弱吗？因为开始的一集他是没有防备的嘛，没有防备被打得稀里哗啦，对，那他损失很惨重。但他有很多东西是在地底下，那打了几天以后发现，哇，他有超高音速的导弹啊，这怎么会这样？然后你的过去号称说我这铜墙铁壁，对不对？打来了我通通可以拦截，现在发现怎么很多东西拦截不到了？对，没有错。来，现在据说以色列的这个科技园区，像是我们的竹科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也被攻击了。来，当然啊，要攻击就攻击到痛。而且现在其实我们来看这个，伊朗它就是不断的在消耗以色列所有的防空系统。那但是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它基本上来讲，它自己是4成。那如果另外再加美国，它还有爱国者跟萨德，那它自己的4成，大家都认为铁穹。可是铁穹其实当初只是用来拦截这个火箭弹，拦截榴弹炮，拦截迫击炮用的。它其实不是用来拦截飞弹用的，但是它也可以拦截飞弹，但是它的距离只有70公里啊。那现在呢，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那其实我们看到昨天中国跟俄罗斯两国的领导人进行通话那通话呢，其实讲到几个重点第一个，也就是今年呢，那会直接的到那个上合组织参加上合组织，而且呢，参加完上合组织之后，就会前往北京，那参加9月3号的抗战胜利80周年的这个活动那一般来讲，大家认为是阅兵。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中俄联合军演的部分，有一个怀疑现在是不是在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们来看这是前几天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的那个辽宁舰跟山东舰它的一个航机那红色的是辽宁舰，蓝色的是山东舰，它还把它的编队内容全部通通都罗列出来。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出现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在6月4号到6月5号通过大隅海峡的拉萨舰编队，就是拉萨舰跟潍坊舰，然后还有通过宫古海峡的烟台舰跟可可西里舰，这个是一个补给舰，不见了。那另外还有
天狼星的这个815电子侦察舰也不见了。那在这个同时呢，就是不在我们所谓的不见了，是它不在那个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山东跟福建舰的一个统计里面，但是俄罗斯的舰队它通过了青津海峡，然后直接绕到日本的东侧来了，是不是中俄两国正在军演？我们要继续观察。除了有所谓的这个战争之外，我们看到关税的贸易战也是野火燎原。包括你看到在 G7 里头加拿大跟美国两大这个总统正在说话。可是呢，卡尼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就说，在30天里头，如果希望可以达成贸易协定，如果没有达成的话，他已经做好准备了会对美国的钢铝加征25%的反制关税的这样的费用。那加拿大的的确确卡尼上来之后做法比较不一样，不像以前这个言听计从的小老弟，他怒了最近造反了耶，狂卖美债578亿，已经是高居世界之冠他的这个拥有美债的这个总额下降到了3000多亿美元，已经跳出了5大债主的名单。过去他一直是前5大现在变成第7名所以我们看到呢，包括印度最近生气气，对川普生气气，为什么？因为6月18号，川普在白宫接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在这里，这对这个莫迪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因为像莫迪这一次受邀到 G7， 可是都没有办法跟川普1对1见个面或者说什么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印度国内这个舆情舆论也炸了。他们说，美国人必须要，像是阿纳布就是一个主持人，他说美国人必须要问川普为什么他要跟巴基斯坦的宾拉登共进午餐，因为印度人觉得他就是恐怖分子，就跟宾拉登的地位一样所以这个舆论在印度就沸腾了。我们来看看这个阿纳布他怎么讲。Now you have a man called Donald Trump in charge. Very unpredictable, very difficult to trust, impossible to believe. The point I'm trying to say is Donald Trump is a walking, talking crisis of an individual, and he will lead the world into a bigger crisis if he is not checked. Countries will have problems, battles will happen, disagreements will happen, but right now, if there is one problem the world has, that problem has a name, and that is Donald Trump. 好，我们看到美国跟中国两大国互掐脖子的工具，美国是晶片，中国就是稀土那现在欧盟希望可以在中欧峰会让这个稀土的问题获得解决。欧盟的官员就说，中方把牌就稀土牌打得很好所以他们希望呢中国可以在这个关键稀土矿产这个部分呢，对于欧盟可以放松一点，包括这个许可证的发放期限还有或者是向欧盟出口稀土的程序中取消这个所谓的这个机制许可证的机制，那现在还要谈嘛。可是呢，刚刚讲说他牌打得很好，讲的就是中国的稀土战嘛。美国的业界大佬就说，这不是一场快仗，你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像去格陵兰买矿去哪里开采可以解决的。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稀土行业的资深人士，他叫做 Mark Smith。他说，西方国家如果试图削弱中国在稀土供应链的主导地位，将面临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因为过去他曾经协助过日本，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中日有外交争端嘛，所以中国那个时候就掐住日本的脖子，就暂停对日本出口。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其实担任美国唯一稀土矿产，就是这位 Smith 先生叫 Molycorp 的负责人，他就说，我们在美国有资源加拿大、澳洲有资源，因为都有矿。可是你现在有几个东西，你就是没有办法有。中国大陆完完全全掌握了，像是特、低还有山，你没有办法拿呀。这个是稀土元素的生产体系，你根本没有办法拿，所以这个都是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点。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驻美国的大使就说，你现在我们想买的东西你不给我，你光要我们买大豆牛肉我怎么跟你解决贸易逆差？解决不了这些东西都便宜的嘛那我们想要买半导体，你又不给我所以他就说谢峰这个谈判代表他就说，你这个驻美大使就说，你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逆差哟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AI
AI 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到底如何了？据说只落后美国几个月而已，就在它后面呢，就在美国的后面。这是白宫加密货币还有 AI 总管萨克斯，他就说 DeepSeek 今年初突破性的人工智能模型证明，中国大陆即使面临出口管制，还是可以取得进步所以你要完完全全的阻止它，很难很难呐。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画面，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这是发生在这个重庆叫做魅力重庆的无人机灯光秀。众所皆知，中国大陆的无人机的发展已经领先这个全世界。那这一次的灯光秀呢，是由11787架的无人机组成的双编队飞行表演，也成功的刷新了之前由深圳创下的最多无人机组成的空中图案的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好，没有办法，这个科技战就是这样子，大家还是看实力来，请教赖老师。其实这个也给我们台湾一个很大的启示了，因为台湾之前在科技方面其实也是表现得很杰出但是我们就一直因为是反对对，尤其民进党主政的情境下，不断的在对大陆的这样的一种敌视的一种态度，报道都偏颇了，所以使我们台湾广大的老师、学生还有科技业者都不知道中国大陆发展到什么情况。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是很不公平的应该要让台湾的更多的民众知道大陆的进步，越知道它的进步，我们才有对相对进步的空间嘛，我们就知道我们还要再努力，而且有哪些空间我们是可以合作的因为你不能追随美国去跟中国大陆对抗嘛，因为这是人类间最愚蠢的事情。那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政党去要我们的台湾的老百姓去做这么愚蠢的事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美国现在的情况你看，他到处树敌了，现在的情况就是没有一个协议谈出来，只有英国以外。英国谈了一个上权入国的协议，这个英国的这个工党的领袖现在他在国内也面临很大的危机。那你看日本的石破茂到现在不肯妥协而加拿大已经越来越强硬了。为什么？因为大家看破川普的手脚嘛，就是你根本没有多少筹码跟空间可以用，所以加拿大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了。那为什么川普突然间要去巴结讨好这个巴基斯坦呢？就是如果美国真的要对于伊朗动手，没有巴基斯坦，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透过远程的轰炸，他的风险很高。如果他要透过地面部队，坦白说，除了巴基斯坦，因为过去他还有阿富汗，可是他现在阿富汗已经整个丢掉了。那巴基斯坦他已经有利用价值了，又重新有利用价值。美国人是要利用你的时候就回来，不利用你的时候就把你甩掉。一向如此。过去要利用印度的时候，就跟印度拥抱。为什么要利用印度？要用印度去弄中国，然后就每天拥抱印度。现在印度不想跟中国大陆闹了，这个时候印度没有利用价值了，他就回来要利用巴基斯坦了。那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要攻打这个伊朗的话，他一定要巴基斯坦的基地。没有巴基斯坦的基地，他很难把地面部队、特种部队渗透进入伊朗。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明白的，而且很现实的问题。印度自己要想清楚，你要不要一天到晚被人家当棋子用？巴基斯坦也要想清楚，自己要不要被当棋子用？其实民进党也要想清楚，要不要一直被当棋子用？把台湾人的利益放在哪里啊？赖总统说，我们是棋手，不是棋子。是啊。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大的棋手。请教董哥怎么看？现在全世界它有2种武器，大家都很好奇一个是GBU 的57的那个专利弹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美国有，说可以打伊拉克。现在伊拉克的人手摸的核子弹，大家也在看它到底有没有核子弹。所以大家现在心里都忐忑不安。如果这些东西都拿出来的话，恐怕第3次世界大战就要出现了。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其实和平还是最重要的。好，那大家看现在各国的方式，就说你有什么秘密的武器？中国大陆那时候被欧盟把它欺负得很惨他没有拿出他的稀土的武器出来，他拿来对付美国，因为美国才是最主要的国家。怎么讲？大家回想7年他们抵制他的电动车，
中国大陆电动车世界最好，欧盟又不准卖我们这里，除非把电池的秘密配方告诉我们。这些无耻的国家提出这样的主张啊，各位，他就这样，中国大陆不接受，他们好课35关税，要不然我们欧洲的车子都没办法存活了。中国大陆不吭声，我们西班牙的猪肉，法国的酒后不开车啊，各位朋友，法国的酒，你们这些葡萄酒，我们得做一个抵制。大家觉得说好像也还好啊，中国大陆的杀手锏没有拿出来，各位。战争有时候杀手锏要放到最后，要欺瞒你的敌人呐，对不对？以色列欺瞒他的敌人，假装让美国在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之前就打你了，偷袭嘛。那这个不光明磊落的动作，西方的媒体都写说，哎呀，鲜花智人。对了，普丁也是讲他鲜花智人，欧洲媒体都谴责他。普丁说你们成群结队已经到我的边陲了，对不对？乌克兰在加入北约，那飞弹就对准我了，我当然先打。大家骂，全世界都骂，抵制他。各位朋友，你看到什么叫强权吗？这2-3年大家真是大饱眼福啊！我当记者这么久，我看了也是，一个头两个大。最后我到底要相信过去的上流社会的这些国家，还是现在他们表现的行为？真是摇头叹息啊！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舰长怎么看？川普啊，他在白宫会见了这个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那当然啦，那最不开心的也就会是印度啊。但是呢，这就凸显了川普的Taco的个性啊。Taco也就是川普总是临阵退缩啊。他不但临阵退缩，他还遇强则弱，遇弱则强。然后呢，不管是棋子还是弃子，用过就丢。那其实他也不过就任啊，那才这么一些日子啊，大概还不到半年啊。但是大家已经看懂他的一个行事作风了啊。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说有关于稀土的部分，还记得吗？我相信，因为我的这种讲法哦，大家接受程度不同啊。也就是我说稀土不要拿来卡脖子，而是要呢让中国大陆要让美国啊吃不饱也饿不死，让他没有余裕去进行弯道超车，也就是让他非得继续的依赖中国。那当初我这个讲法，大家很多看法不同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欧盟的官员就说，其实这张牌打得很好，也就是说呢，到最后一刻才让步，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其实也就是谈判之中的一种作为啊。那至于说，我们看到重庆的这一个无人机的这一个活动啊，那数量是一个重点，但是另外一个重点，它是集群无人机啊。